这支视频我将跟大家聊聊关于蒙特梭利教育法的疑问，并且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蒙特梭利。蒙特梭利教育到底好在哪里？蒙特梭利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成绩会比较好吗？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Yaya's Life， 我是婷婷。我是第一次在晚上跟大家录视频，因为我 baby 他们都已经睡了，所以我讲话声音会比较小一点，要轻一点。那蒙特梭利到底哪点吸引了我呢？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发现有一张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图片，大概长这样，实在是太美了。它展现了一个和我平时想象中很不一样的婴儿活动区域。点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它是因为蒙特梭利教育才有的这种设计理念。我当时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教育可以让孩子做到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然后还这么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研究起了蒙特梭利教育法。蒙特梭利她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生，毕业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女医生，当时第一位女医生哦，非常的厉害。当时她在当医生之后，她去参观了一个儿童机构，里面的孩子都是大家口中的idiot智障儿童。蒙特梭利当时花了大量的时间观察如何让这些有感情障碍跟智力上有问题的孩子更好的学习，并制作了适合他们的教具，给了他们一个合适的环境。在他不断的观察跟研究之后，最后蒙特梭利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用了2年的时间，让这些弱智的儿童通过了当时公立学校同龄儿童同等水平的考试，而且考试的分数竟然高于很多没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当时就因为这件事情，蒙特梭利教育开始在意大利被广泛的关注了起来。后来蒙特梭利教育被传到美国，传到世界各地。然后我发现英国王子William， 还有 Bill Gates，Google 的创始人，还有 Jeff Bezos 都是接受过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其实你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蒙特梭利教育法是很适合培养企业家的。很多人都把蒙特梭利这个理念放到管理当中去。了解到这点之后，就让我很好奇又很兴奋。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聊聊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几个重要的观点吧。蒙特梭利相信孩子能自发的学习，而不是被逼迫的。大家想想，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就是老师或者家长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学什么？很多家长就会逼孩子上这个补习班，上那个补习班，而且很多孩子自己的决定都会最终被大人否决。比如说，你不应该去学什么什么，你应该去学钢琴，你应该学画画，你应该多读书。其实，在家长跟老师帮孩子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孩子其实是被限制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会有很多负面的思维，会让孩子就是有种心理暗示，就是说好像可能什么东西，很多东西自己都做得不对，或者自己做得不好。在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法当中，还会培养出一些就是不爱思考的孩子。大人帮忙做决定就好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大人都会帮我解决的这种想法。但是蒙特梭利相信孩子能自发的学习，而且非常珍惜孩子自发的这个动作。这种不逼迫孩子的教育观点，让孩子自发学习的教育模式，比灌输式的教育效果，不用想都知道会好很多。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更好的让他们自发的学习呢？首先就是需要观察。我们在运用蒙特梭利教育当中，用到最多的应该是就是观察我们的孩子，通过了解自己的孩子，总结出他们的发展程度，了解孩子的兴趣，为孩子就是选择适合他们的教具书籍等等，根据孩子所在的阶段跟内在需求来 set up 我们的环境，就是 kids learn best in a prepared environment。蒙特梭利发现，当孩子们用儿童尺寸的桌子、椅子跟教具的时候，是他们最认真专注的时候。而且他说 ，The child must live in an environment of beauty， 就是为什么我会被在蒙特梭利的那张图吸引的原因。它是一个有准备的环境，它不仅仅要适合儿童，同时它也是美观的、安全的、有秩序的。There is 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in its place。所以你会发现，蒙特梭利的环境都是不乱的、不拥挤的。
因为老师跟孩子都会确保教具在对应的区域放着，也尊重孩子的独立性。有一句话叫做 "Help me do it myself"， 请帮助我，让我能够自己做。Help me do it myself， 这是一个蒙特梭利的学生对他说的话，就成为了很经典的可以总结蒙特梭利是什么的一句话。蒙特梭利的宗旨就是尊重孩子的独立性，核心理念就是无论如何，在家还是在学校还是在任何地方，大人的工作就是帮助孩子变得更独立。比如说当婴儿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教会婴儿如何自己吃饭、自己睡觉、自己穿衣服、自己收拾东西等等。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孩子这么小的时候要教他们这些呢？他们长大了不自己自然就会了呀？那孩子7个月的时候自己吃饭，跟孩子5岁的时候自己吃饭是不一样的。小婴儿的新生脑部拥有将近1000亿个神经元，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有点像电流，就是这样的。婴儿刚出生的时候，这些神经元还没有这些中间这些黄色的电流将它们连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他们用手去感知。慢慢的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他们的感官经验就越来越多，他们用身体去感知环境越多，那个黄色的覆盖面就会越多，也会越厚。孩子的神经系统发育是在0到3岁，所以当你教孩子7个月的时候自己吃饭，在他的神经元发展到手的这个部位的时候，你教他如何更好的运用他的手，这其实也是帮助他更好的发展他的大脑。所以婴儿去感知周围环境的时候，大人就是千万不要干涉或者禁止，除非是有危险的情况。那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且经常在孩子需要去用探索环境的过程当中打扰他们，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专注力，这更是不利于他们的独立的。Play is the work of child， 在孩子玩耍的时候不要打扰他们，是给他们的一种尊重。第4点，儿童的敏感期是蒙特梭利教育的一大伟大发现。他通过对幼儿进行系统的观察之后，发现儿童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呢，促使他们对环境中的某些事物很敏感、很感兴趣。蒙特梭利提出，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敏感期。比如说，宝宝手臂发育的敏感期是6到12个月，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不停地运动他的手臂来进行探索，他很想知道自己的手臂都可以做些什么。这时候孩子就会喜欢扔东西啦。大家别小看孩子扔东西，扔东西也是在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过了这段时间，孩子对这方面的需求跟敏感度就会降低。我想这就像我们说的效率最大化吧。当孩子处于语言的敏感的阶段的时候呢，家长就应该多给孩子读书，跟孩子说话，因为这样子孩子能够更轻松、更快地掌握一门语言。等你过了这个阶段，学还是可以学的，就是不会学得这么快，而且这么容易。关于儿童的不同的时期的敏感期，我会把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接下来的这一点，就是跟随孩子 follow the child， 尊重孩子的选择。每一个孩子发展的速度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大人应该做的就是跟随孩子，尊重他们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家姐姐大概12个月的时候1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走路了，但是妹妹还不会走。但是我完全没有为妹妹担心啊，因为每一个孩子发展的时间都是很独特的，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合适他的走路的环境，让他有地方可以自己扶起来练习。那现在14个月、15个月大了，他突然就自己会走了，而且比姐姐学走路的时间还要短很多。所以你真的永远都不知道孩子哪一天他会发生哪些事情。我们大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们准备好帮助他们发展的环境就可以了。不过 follow the child 这个想法不应该翻译为让孩子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是有限制的、有界限的自由 freedom within limit。 很多妈妈会说什么都跟随孩子，尊重孩子，宝宝万一选择做不安全的事情，做错事怎么办？太多自由很难管教啊。
其实蒙特梭利的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自由，反而是需要清楚的让孩子知道界限在哪里，规则是什么。孩子有可以自己选择的自由，比如说让他们选择穿什么衣服，选择玩什么玩具等。但是在孩子做错事情或者做了危险、伤害到安全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 say no。在宝宝很小的时候，他们不太懂得就是界限，而且会经常试探你的底线。比如说把不应该放的东西放到嘴里，这时候你会说不可以，但是他们还是会继续这样做，他其实就是在试探你的底线。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 persistent， 就是坚持是重点，一定要 say no。如果反复说了不听，就需要把这样东西拿开。而且如果下次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一定要反复坚持说不可以，而不是说这是不可以，下次又可以了。而且规定这个界限也是很有学问的哦。这个界限不能太局限，比如说不因为孩子在地上玩东西，你觉得很脏，就经常说 no。除了上面讲的之外呢，蒙特梭利学校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混合年龄教学，没有课程表，没有惩罚，然后也没有奖励，注重日常生活教育以及感官教育。那这里我就不一一说了，因为我还在摸索当中嘛。主要我现在是在研究0岁到1岁的阶段，比较了解。作为家长，掌握蒙特梭利的核心理念，比让孩子读一个蒙氏学校更重要，因为教育是在平时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发生的嘛。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的家人肯定是孩子的第一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而且我觉得好的教育观点都是相通的，没有说哪一个教育法就是最好的。如果要问蒙特梭利适不适合我的孩子这个问题，其实只要问一下家长自己，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子，自己能不能有空去研究这个教育理念，并且去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当然你说孩子学习就是为了要对付考试啊，蒙特梭利理念当中是没有考试这一说的。虽然蒙氏教育没有考试一说，但是不代表它不能培养出考出好成绩的学生。研究也表明，在相同水平下，读蒙氏学校的孩子数学跟阅读水平比非蒙氏学校的孩子高。所以就看家长能不能接受蒙特梭利的理念，而且做到它。因为其实家长要做到蒙氏的核心观点真的挺难的，这个教育法特别考验家长，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这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我现在也算是在一边陪宝宝一边自我修炼，因为很多自己也是做得很不好。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视频当中的疑问，在留言栏里留言给我，你的留言可能会成为我下支视频的灵感哦。而且我也非常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跟学习蒙特梭利教育法。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记得在下面告诉我，然后还要按个赞。如果大家希望看更多关于蒙特梭利的教育的内容，或者关于母婴方面的、幼教方面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好，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喽，拜拜。